2024年首部大女主复仇剧震撼来袭，女人身患癌症期间，目睹了丈夫和闺蜜勾一搭二，甚至被丈夫杀害。偶然的机会穿越回到10年前展开复仇计划。她叫姜志源，患胃癌晚期，只有不到6个月的生命。每当做化疗的时候，就会想起那不幸的一生。因为志源的父母早亡，从结婚开始，婆婆就当众给她来了个下马威。 네가 가정교육 안 돼 있는 건 네 탓 아니야. 지금부터 이 엄마가 다 가르쳐주마. 불쌍한 거다. 婚后不到1年，婆婆嫌她没有生下孩子，怪她断了家族的香火。 볼 거 하나 없는 물건 받아줬더니 왜를 못 가져 왜? 도대체 네가 할 줄 아는 게 뭐니? 丈夫敏焕不仅不劝阻，反倒任由母亲对着老婆发脾气。没过多久，妈宝男就辞了职，嚷嚷着学别人炒股。实际上他觉得上班太累，并且赚不到大钱，家里日常花销和贷款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志源的肩上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不和自己商量一下。 야! 너 지금 나랑 장난하냐? 내 일을 왜 너랑 상의해? 妈宝男发完火，一头扎进了妈妈的怀里，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导致志源的身体出现了问题。可每晚回到家，一进门看到的是堆满垃圾的客厅，丈夫则是躺在沙发上打游戏。他反倒怪妻子回来的太晚，加班是因为工作能力差，所以才会被留在公司做事。 세탁기 일어난 소리 안 들려? 내가 돌려놨으면 그냥 꺼내놓기라도 하지 좀. 야! 나 지금껏 일하다가 이 정도에 붙였다. 어? 此时志源的身体愈发的不舒服，已经疼得都直不起腰了。经检查，她的胃癌到了晚期，情况非常的不乐观。然而婆婆得知消息后，竟然可怜起她那个还没戒奶的儿子，怪他为什么娶个扫把星。敏焕觉得妈妈说的对，怎么会这么倒霉娶了他呢？ 엄마, 그 강지원 암이면 나 밥은 누가 차려줘? 아이고 이 착해 빠진 놈아 뭐 그런 걱정하고 앉았어. 婆婆故意提高了嗓门，嚷嚷只有工作才能克服疾病，趁能动的时候得多赚钱才行。说罢，别过头问儿媳对不对。原来志源就坐在餐厅里听着，恶婆婆最后警告她，病情不准让公司知道，工作到不能动为止。想到这，志源止不住的颤抖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她有个要好的闺蜜，治疗期间闺蜜郑秀敏经常到医院给予志源精神上的鼓励。志源非常感激秀敏，虽然婆家人从没来过，但却有好闺蜜的帮助。这里有个细节，志源看到秀敏穿了一双大红色的高跟鞋。这天刚做完化疗，院方代表就通知志源，如果想继续接受治疗，家属必须要来一趟了，决定缴纳住院费还是带她回家。然而志源怎么打敏焕的电话，那头始终没人接听，气得他发短信质问妈宝男，他养家一整年都没算赚了多少钱，至少得替自己缴诊疗费吧。可消息仿佛石沉大海，没有激起一点涟漪。当天下午，志源就离开了医院，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准备当面和妈宝男好好聊聊。车上司机看出他似乎病得很重，便鼓励很快会好起来的。志源没想那么多，将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。司机听后安慰他，路要走到最后才会知道结果。话音未落，猛地向左打满方向，走了另外一条路。车子穿过长长的隧道后，眼前出现一片盛开的樱花林。还未等志源欣赏眼前的风景，出租车就到了家楼下。志源一进屋就看到地上有双闺蜜同款红色高跟鞋。然而走进客厅就听到卧室有2个人在对话，女生夸男人聪明，事先买了癌症保险。男人回道他爸死于癌症，自己看他日渐消瘦，就想着是时候投保险了。没错，对话的2人就是丈夫敏焕和闺蜜秀敏。他俩合计等志源死了，拿到保险金后买套大公寓。秀敏有些等不及了，想着要不要偷偷的弄死志源。志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余光一瞥，看到了被弄脏的父亲的照片，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，大声的咒骂2个人渣的同时，嚷嚷去举报他们骗保。然而渣男非但不怕，甚至抱着秀敏来到面前，抬手就要打志源。在他的眼里，妻子已经没有价值了。秀敏蹲在志源的面前，提醒他反正都要死，为什么总是为自己着想呢？志源听后气愤地和闺蜜撕扯在了一起。渣男见状推了妻子一把。志源就这样被丈夫害死了。然而苍天有眼，她穿越回到10年前，那么她将会怎样复仇呢？生不出孩子，婆婆骂她是个扫把星，又因癌症晚期遭渣男老公抛弃，最终被出轨的丈夫和闺蜜联手害死。然而苍天有眼，她带着金手指重生了。可志源刚缓过神来，就看到渣男老公站在眼前，这人伸手搂住志源。志源愤怒地抓起什么就丢渣男什么，随后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，撒害死自己的气。就在渣男将要爆发的时候，2人被刘志赫部长分开了。志源见到他，这才反应过来是在公司，脚下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，幸好被志赫给扶住了。这时志源注意到手上的烫伤和针孔都没有了，他意识到不对劲，立刻来到镜子面前，被病痛折磨不成人形的样子已然不在。志源不可置信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，被吓得连连后退。
志贺再一次救了志远。与此同时，闺蜜秀敏在人群中冲了出来，看着眼前害死自己的2个人渣，人模狗样的站在眼前。志远打心底里害怕，他挣开志贺，拼了命的往外跑。短时间内被同一个人救3次，我不相信这是巧合。情绪稍微缓解了一些的志远坐了下来，趁这个时间，他环顾所在位置的四周，惊讶地发现所有的广告牌上写的都是2013年。这时志贺捡来了志远遗落的鞋子。没过一会，志贺把志远送到了家楼下，并给了他一些现金。进了屋以后，志远立刻打开冰箱，逐个确认上面的生产日期，无一例外都是2013年的。当晚他就开始整理这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有一点可以确定，23年发生的肯定不是梦，并且知道志贺是什么人。据经手指回忆，他其实是 UK 集团董事长的长孙，不久后就会继承家族企业。志远不禁疑惑，难道真的魂穿了吗？忽然他记起志贺给的现金，便将现金压在了托盘下，其中有一张上面画了个爱心。志远记得是出租车司机送给自己的，想到这他控制不住的哭了。原来志远爸总是在现金上涂鸦，他认为那是爱心，寓意着愿意为女儿做一切事情。也就是说，这次魂穿不是意外，而是过世的父亲给女儿再一次人生的机会。志远控制不住情绪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的往外流。突然门禁响了起来，紧接着就被人给打开了。没错，进来的人正是渣男。一转头，2人来到大排档，渣男挑明了问什么时候怀的孕。志远这才想起来，这段时间总是吃不下，所以以为自己怀孕了，实际上是压力性胃炎。还未等他回答，渣男就称志远的年纪不小了，如果现在放弃事业选择生孩子的话，肯定没办法重返职场了，只能在家当个黄脸婆了。所以渣男希望他打掉，手术费的话1人1半，美其名曰早打对身体好。更何况他没打算要孩子，志远要不是死过一次还真就信了。他也挑明没有怀孕。然而渣男听后先是开心，随后立刻变了一副面孔。우리헤어지자。渣男立刻拦住志远，原来以为她怀孕了，所以今天一直在克制，如今知道就立刻暴露了真实面目，逼问女友凭什么提分手。志远知道渣男就是个疯子，于是不停的呼救。没过一会，2人被带回了警局，警察只会活稀泥，因为情侣之间吵架他们不想管，再加上渣男表现得特别温和，反倒变成了志远无理取闹。最终还是在志远的要求下，警察才愿意送他回家。到了家，志远就想离开这里，可卡里的余额只有71万韩元。他这才想起来，因为害怕分手，全都照着渣男的意思做，不仅钱都转过去，就连信用卡也被渣男使用了。如果拿这么点钱跑路的话，恐怕撑不过1个月。就在这时，渣男发来短信，说什么等炒股赚了大钱，2人举办婚礼吧。志远猛地记起，渣男此生唯一做过对的事，就是买了那只股票。于是他打算先投资度过现在的难关。丈夫和闺蜜害死的大女主，带着金手指魂穿到了10年前。然而就算躲过了不幸的遭遇，还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发生。但她想到了破局的关键方法。原来志远魂穿后，先做了个全面的体检，结果显示他目前只是患有轻微的胃炎，尚未恶化到癌症的地步。开心之余，他学习了大量让自己进步的知识，恰好被志贺给撞见了。作为昨天的感谢，志远请他吃饭，感情戏就不讲了。总之，志贺心里是喜欢志远的。突然，志远看到志贺手上的疤，形状和自己魂穿前的一模一样，心中不禁有些疑惑。不过他没有多想，吃完饭就和志贺道别回了家。当晚，志远一边写着企划案，一边暗自决定做哪些结婚之后不属于自己的事。第2天上班，志远总是躲着渣男，甚至不惜爬10几层的楼梯。坐到工位上，他就all in了那只股票。突然，一个人吓了志远一跳，而她正是绿茶闺蜜。这人还舔着脸问为什么不理她。志远想了想，讲了个故事：一个女人患癌将死，看到了老公和闺蜜搞在了一起。 나는 그 남편보다 절친이 더 징그럽다. 어떻게 자기 절친한테 그래? 어차피 죽을 거니까 괜찮다고 생각했나 보지? 万万没想到，闺蜜听后依偎在志远的腿上，说什么如果自己死了，可以拿走她的所有东西，但如果志远死了，她也跟着一起去死。志远强忍着恶心不让自己生气。 강조해. 네. 金组长叫志远过去，是为了羞辱他的企划案做得很垃圾。但是拥有金手指的志远知道，金科长否定之后，闺蜜秀敏就会将这份企划案一字不改的再交上去，并且得到她的高度肯定。也正因此，秀敏将步步高升。说白了，绿茶闺蜜习惯性用那什么换取利益。被金科长骂完以后，志远正思考该如何反制时，朴组长走进复印室。他知道朴组长是个很能干的人，由于金科长阻挡了这人的晋升，以至于到离职朴组长还是个组长。于是志远决定和他搞好关系。然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人给叫走了。 朴组长随手将杯子放在了桌子边缘。志远记得上一世他想要去接住掉下来的杯子，却被箱子绊倒了，导致膝盖磕的淤青。
接住杯子后，志源抑制不住的兴奋，有了金手指那还不无敌了。然而他刚走出复印室，渣男就凑了上来，为了躲开他，志源加快了步伐，一个不留神撞在移动柜上，志和拉了一把。他慌乱地走进卫生间，有一点不明白，明明撞的是同一个地方，痛感也相同，怎么没有淤青呢？还没来得及多想，渣男又跟了上来，这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撞到了一个花盆，同个地方留下了淤青。志源开始意识到，就算避开了不幸，可能还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发生。想到这，他有些害怕，因为还是会患癌、被出轨、死去。可是胳膊上的伤痕的确不见了，难道说是因为他？走回办公室，渣男就发来一个截图，这人把那只股票全都卖掉了，还称买了 TK 科技的。志源如果记得没错的话， TK 科技是有名的炒作股，公司老板作假后卷款跑到了国外，渣男居然卖了暴涨的，买入了暴跌的 TK 科技。难道说因为自己买了暴涨的，所以导致渣男卖掉了吗？手臂上的疤痕转移到了志贺的手上，本应淤青的膝盖变成了撞花盆。到这里，志源明白了魂穿的机制，同时他想到个自救的办法。该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，但只要让它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就行了。而这个人的最佳人选就是背叛自己的绿茶闺蜜。 나 쓰레기 버릴 게 있는데 버려줄래? 무슨 소리야? 뜬금없이? 有句话志源没有当面说，那就是既然贪图他的垃圾，当然垃圾指的是渣男老公。 네가 처리해. 내 남편과 결혼해줘.